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个女王，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基斯里夫，好久没有使用这一个派系了。那这个派系呢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领主，是骑乘他的战马，这样子就是变成一个战车单位啦。不过不要小看他的能力也是非常不错。那基斯里夫呢，最主要特色之一就是这个被动我族之血，基本上部队都可以发动一次。那发动过后呢，会25秒，就是会变成永不会散，可以多支撑25秒。不要小看这25秒，这25秒其实也是很关键的。然后呢，它拥有一次可以召唤一只雪豹，那它是一只单体单位，就视情况啦。这种召唤系的话，可能是去就是背袭对方，或者是去做一个抵挡等等的。那最主要是带这个强大的法术凛冬之心，它会随着时间攻击力，它会随着时间然后增加每秒伤害。然后呢，而且范围其实也不小哦，这个范围其实很大，所以它消耗才非常大，耗22点。那既然带那么强大法术，当然就只能带另外一个比较普通一点的，消耗只有4，那主要就是减缓对方速度啦，拉住对方，然后开始一轮射击这种感觉。那这个呢是可以使用2次的爆炸法术，破甲伤害比例算还可以啊，虽然没有超过50%，不过也算 OK 啦。那这边呢还带了2队啊，这边也是战车单位，一个是重型战争雪橇，那另外一个是轻型的战争雪橇，主要上就是数值上有点差异啊。那他们主要都是用来反步兵的，然后移动速度重型当然相对性的比较慢，轻型的比较快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看一下主要的正面部队，这边呢主要是重装克萨勇士的重型武器版本，以及重装克萨勇士这2个混搭而成的，各出3队。那基斯里夫呢，有不少单位都是这种双武器的，而且弹药量6发也还算是勉勉强强可以使用，这样子。那后面呢，就是算是真的是远程部队，看他弹药数量20发，那他们是斧枪兵。那主要呢就是远程的话，可以当成是那种火枪手。我们看一下，它有着不错的破甲伤害哦，所以远距离来讲，它的输出不会太差。那近战呢，能力也不会太差，它的武器伤害也是高达了34点，我觉得也不错，而且它是近战还是破甲伤害哦，破甲伤害占比超过50%，很不错。然后后面这边还有一队克萨勇士重装武器版本，就是编队的时候没有编好，所以拉成这样子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方的编制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对手是木精灵，也是非常多弓箭、非常多远程的一个派系啊。而且他们主要是在森林里面都会有加成，然后呢，在森林速度基本上也是不会速度不会减少，算是非常仰赖地形的一个派系。然后2代的时候呢，它很容易可以风筝对手，其实很讨厌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2队的马弓骑兵，都是出毒箭版本。那这边呢，也是一队的弓箭手，那也是毒箭版本。然后这边就是普通的弓箭手，而且木精灵的弓箭高达170哦，这个射程距离非常远哦。以弓箭手来讲的话，这个距离算蛮远的。然后哪怕是骑在马身上的，也是有150。而且它是可以移动射击，非常的让人讨厌。那这一队呢也是，然后这边是2队是普通版本，不是拿毒弓的。然后这边还放一队巡林克，巡林克射程高达的是190，而且它的远程威力也不容小觑啊，破甲伤害也非常的高。
然后加上呢，他本身也带潜行，所以他躲在森林里面偷偷放箭很难抓到。那他的正面主要输出部队在这边，带的是战舞者，总共带了3队。那战舞者呢，他主要仰赖的是这个近战防御偏高。以步兵来讲的话，这个数值已经算蛮高的。然后再加上它本身也有远程抗性，如果开血的话，短时间内就是弓箭手对它造成伤害其实也不多。那这边呢，除了领主是这个晨昏姐妹，少数我觉得算不错看的模组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好像拉不到画面。晨昏姐妹的模组做的算蛮好看的。那它骑乘的是龙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它这只非常的讨厌是，我觉得是这一个，它有碎甲，这个护甲可以减 30%， 所以被打到会非常的痛。然后它这边有个特色就是它的箭矢可以切换成2种形态，一个是大范围的类似子母弹那种感觉，那另外一个是单体的，就视情况。如果你是打多模组的话，就是用这个；如果你是打单体巨兽或是打单体领主的话，就是用这个。这个我觉得是晨昏姐妹最大的特色。那这个单位其实算蛮好用的。然后呢，加上它还有这个，它可以短时间内自我恢复，这算是还不错的能力。那我们这边最后看一下他们的领主野兽系的，那就是卡唐变形术、全家盛宴，还有琥珀之矛，这3个非常的好用。野兽系里面我最喜欢用的就是这3个法术。好的，那今天介绍有点多，我们开始进入决斗。那主要是基士里夫这个单位，这个派系蛮久没有使用的，然后在战役里面最近又常常看到它打，真的是牙痒痒的。然后想说来实际的使用看看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女皇跟2队的战车部队率先冲了出来，毕竟4只脚的总是比较快，而且女皇这个不止4只脚了，它前面是总共是6匹战马，然后这边率先放了缓速，让对方不能跑，然后放了一个爆炸型的法术炸下去，伤害将近 50%， 有算是还可以啦。不过对方这边弓箭很多，弓箭手非常多，箭如雨下，这边非常的糟糕。还没有先抓到不错的位置，就先被对方集火射个1-2轮。对方的攻击速度其实也不慢哦。然后我们这边也在继续在抓对方的单位，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注意到对方的步兵单位在这边，只知道领主在这边而已。然后领主这边针对我方的战车单位开了一枪，不过伤害还好。然后对方的这一队骑马的弓箭手跑了，不过对方还有很多的弓箭手，非常多。然后这边女王直接冲了进来，在他们背后召唤了一个单位，就是雪豹，直接咬对方后面。然后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雪豹的数值其实也不差，不过它可惜它是反大单位，不过它有破甲，其实它有破甲伤害咬它其实也算是可以，但是它现在被围殴，应该等一下很快就会蒸发了。至少争取到哑火以及可以尽量斩杀对方一些模组。好，我们这边放了一个凛冬之星，看看能不能抓到对方。哦，漂亮，1、2、3、4个部队被抓到了。那这下子他们会非常头大哦。第一个会在里面会算是被严重缓速，然后再会有每秒持续伤害。然后这边对方在持续不断的扣血，这个输出这4队基本上会被打乱七八糟的哦。好，这边已经看到凛冬之星的效果逐渐出来了。哦，这4队基本上2队跑了，这2队其实剩下 50% 的血也差不多快没了。然后这时候对方好抓到我方的后面的我方后排，然后永恒守卫也冲了上来，迟钝版本也冲了上来，直接撞来不及转身。然后全军破敌3就是一个打屁股的游戏，谁的屁股被抓到就会非常的难过了。好，对方的领主原本想下来抓我方女王，但是很可惜没抓到。
毕竟看到血量这么残疾的，多少会想心动，就想抓一下。好，又准备下来，但是又收了一下。好，我方这边又再次放了一个法术，这个是那个缓速型的魔法，想要把对方尽可能的留住。不过呢，好像效果没有到很好。这两个战车单位的射击有，现在效果慢慢出来，对方领主现在是非常难过。不过因为被对方打到一个背袭，其实我方这边的部队基本上都很危险。好，对方领主被我方的斧枪兵解决了。刚刚3队斧枪兵跟2队的战车单位，总共5队不断的在集火。好，也解决掉对方的领主，但是，好，这边又一只老鹰冲出来，又是一个召唤出来的。然后这边再尽可能的把对方给拖住，我要让斧枪兵直接射击对方，因为我很怕，当时我是蛮怕说对方的这个战舞者会逃走，已经想说反正已经要跟对方。这样是勉强跟对方交战了，然后拉那个我方的火枪兵直接开射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对方的老鹰在找我方这边麻烦，所以想说先掉头，先尽可能先把对方的老鹰先射掉，然后再让战车单位转头过来射击。好的，这边火枪兵射完了，也差不多准备要转头过来。因为像这种战车单位，其实保留好的话，到残局也是很好用的。等等，我们最后可以看到，好的，对方的战舞者解决掉我方不少的步兵单位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准备要转头打斧枪兵。斧枪兵打他其实不算很有优势哦，因为对方真的是纯近战角色，打起来我方其实很难过。你看。好，发动我族之血，这样子可以支撑更久。好的，然后我方的领主冲了过来。好，这边放的群家盛宴，大范围持续扣血，完全没有办法。那我方这边的前排步兵单位基本上就全部都溃散了。好，基本上是全跑了。那剩下2个战车单位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他们虽然说是有拿着枪，但是他们本身还是个战车哦。看一下他们的冲撞，然后这边放了一个缓速的魔法，不要让对方逃走。我们看一下，战车单位其实撞下去也不是开玩笑的哦。虽然说平常绝大多数可能都是远距离点对方的单体，但是其实认真撞起来，对方也是会出来的。好的，对方的单位就这样子没了，所以刚刚我特别想保战车就是这样，因为我知道这种骑兵，移动能力越好，单位在残局来讲的话，你的操作空间越多，你的优势会慢慢的出来。你在残局的时候，其实一点点会累积下，像对方这个战舞者想跑就没办法跑，然后就会直接被撞，哪怕你是抓到我其他单位，但是我这个战车我还是可以追着你打。何况我现在其实还算是有些少弹药，我还是可以做射击。那就是撞一下，对方就会溃散。这个在残局，如果你有战车或是你有骑兵的话，其实你的能力会很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对方的战舞者又回来了，要再去抓我方的这个克萨勇士，但是我现在把战车分开了，分2队，一队去撞这边，另外一队呢在找这边永恒守卫的麻烦。那好，我方的这边克萨勇士被抓到，但是没关系，战车刚刚好掉头，我们现在掉头回去再撞他一下，好，开枪就跑，这也是很大优势。好，永恒守卫撞下去，然后准备就。像这种长矛兵或者是那个长戟兵，在移动的时候是没有抵抗冲锋的，你一定要在原地待好才有。虽然我忘了这个永恒守卫有没有，但是你移动中是绝对不会有这个的。那这边
女王刚刚放了一个凛冬之心，把对方的这一队战舞者给收掉，然后最后靠着战车到处乱撞赢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两队的战车击杀数将近150，更正，将近180，算不错，算蛮多的。那前面呢，就是跟对方互射，然后有占据到一些优势，然后结果不小心我方步兵这边的屁股被对方抓到，然后就被打得稀里哗啦，导致我方步兵基本上是全面溃败，然后靠着战车跟女王最后放了一次凛冬之心才打回来。这就是有把战车或者是把骑兵单位保留在最后的优势，因为你移动能力比对方强，那你在残局的时候操作空间会非常非常大。像有先把对方的这些解决掉，然后还有巡林科这些比较麻烦的东西解决掉，后面其实就还好，因为你像到残局的时候，像这种长矛或是长戟单位，很少能站在那边等你过来，我还去做抵抗冲锋，不太可能。因为那时候通常来讲，在残局都已经是跟大部队脱节的状况下，很难在残局你的绝大多数会保留着很好，不太可能。所以说，你这边这时候这种机动单位优势就会非常明显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影片内容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